但是你来了台湾以后，把自己那个 bar 拉高。完了，我是变成第一个不爱吃石头锅的人了。为什么他们这边这么多东西都是13块？来吃一下这个百香果，非常的浓，然后它里面其实是那种奶酪的质地，就是颗粒感的，一粒一粒的。它包起，它面包体其实很韧哎，跟我想象中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它的百香果味非常非常浓郁，就是又酸又甜，非常强烈。然后面包体是有点韧的，它是那种哇很难形容的口感嘞，就是它咬断性特别特别好，然后不是那种很拉丝很柔软的感觉，但是是口感非常好的那种面包。感觉见仁见智吧，就不能说是震撼美味，但是它的面包口感确实我之前没有吃过类似的吐司是这样子的口感。今天是带鹏鹏去基隆冒险的一天，其实我本来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你们看我之前来基隆的视频，我其实是很喜欢基隆的美食文化的。猪肠汤，这个汤感觉比之前要……我记得我上次喝这个汤的时候，它看着挺浓郁，但是没有想象中的猪味那么重。然后你往里面加点白胡椒粉，感觉在吃猪肚鸡。我冲！鲜甜，好甜。跟上次喝的不一样。今天有股，尤其是加了有生姜以后，就感觉像姜汤那种感觉，好甜好甜。而且它这个汤比上次确实喝起来要浓郁一点。可能因为今天稍微没有那么早来，说上次比今天来的超前。谢谢。上次比较像清汤的质地，今天就是稍微浓厚一点，而且它最后那个猪肉的鲜味跟那个甜味混合在一起。你先吃猪肠呀。它这个猪肺感觉不是很腥，有点，它这猪肉有点腥，这猪肺好腥。妈妈，那你加点辣酱。猪肠吃了吗？猪肠没有腥味。猪肠肯定没有。就它这个猪肠就感觉是肉香，它那个肉香浓郁度就像我们吃的骨边肉的感觉，是不是？好辣！哇，这猪肠真的，我感觉这猪肠肉香味比上次还要重，但是这个猪肺真的不行，这猪肺哇，妈妈，哇，好辣，但就吃不到腥味了。对，就是你能吃到猪肺的口感。其实猪肺口感好的话，你能感受到应该是很好吃的，就 QQ 的。发出老头的声音。对，它一边咬一边那个猪肉的油脂香就往外冒。一个是这是酱油膏吧，有点挤点，它应该是配烫青菜什么吃的。这个是乌醋吗？你倒点在勺子里面。乌醋，我估计这个质地应该是乌醋。你知道在台湾吃饭有一种在吃墨西哥 taco 的感觉，一会儿一个 salsa， 一会儿青柠汁，是乌醋吗？怎么了？真的是辣椒水吗？是乌醋跟辣椒水。这好像不是辣椒水的质地，就有点像那个，应该是东泉辣椒酱吧，甜的吧，我来尝一下。就是配乌醋，就是很有果香梅子气。我还觉得这蛮值得吃的。用骨头，猪的那个头。它那个姜丝是后放的。好，谢谢。害怕了。我知道了，要用吃生煎包的方法吃它，是哪里？我来个小碗。好，谢谢。我不要剪了，剪开汤汁都留下来。好的。来，我们都吃那个汤汁，慢慢拿。没有，里面超级多。你看，你自己看。我看到了，跟昨天很像。我靠，它里面放了好多洋葱，它里面那个汁不是汤水，是油水。我想要点醋，其实没事，你吸汁，你要凑着凑，不烫的。它这已经做出来有一会儿了，它放了巨量的洋葱，是不是？是不烫。其实吃起来有点油。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感觉需要加点醋可以解腻，但是牛肉跟醋搭吗？要，这边有餐巾纸。
哇，它真的就是一边吃一边在喝汤，它皮不是那种特别脆的那种，主要是我觉得它应该做完以后放了一会儿了。是把这个当小笼包吃，真的是当小笼包吃。然后它这个吃起来有一个困扰，就是咬的时候它这个汤汁一定会流出来，所以你但是你先喝汤的话又会太油腻，但你只能一边咬一边吸，很考验吃的这个。我刚刚也是流出来了。妈妈，但它其实牛肉洋葱蛮香的。不然你这个手永远不干净。哇，一边吃一边在玩跷跷板，你小心点吃啊！其实还蛮好吃的，主要它牛肉和那个洋葱的味道调的还蛮好的。要再烫一点就好了，但感觉再烫点的话有点会损伤食道。它牛肉应该用的是那种比较肥的肉。谢谢，拜拜。一点都不夸张，其实我这次来基隆就是为了这家上次非常惊艳我的猪肝肠，但那天就是他突然休息了。对，那都是吃干面的，应该是这个。感觉这个面条体不太一样哎。酱汁呢？就是它的酱汁是看不见颜色的，也不是酱汁吧，就是油。我来吧，我受不了了，我来。你先尝，我去拿点那个酱。我们又抢在有位子的时候来了，是不是跟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鲜味的。然后它因为加了我感觉它应该加了猪油，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有点黏糊的那种糊嘴的感觉，然后就是很香的那个蒜头油的味道。不行，这个猪肉也行。干啥？看啥？我帮你吃一口。不用，我骗你干什么？就是腥啊。蛮臭的，大部分吃的都是这个味道。对，但是你来了台湾以后，会把自己那个bar拉高？我觉得它跟我之前吃那家店的面条本体的面条的口感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基隆的干面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格的。来吃下小馄饨汤，它那个小馄饨汤里面放那个芹菜叶。但肉馅很鲜，很鲜。我感觉它就是那种上海小馄饨的味道，几乎就是加点盐，不是那种很重的那种葱姜水的味道，然后其实它是拿咸味把那个猪的鲜味调出来的感觉，对吧？除了这个芹菜不太一样。但是现在上海小馄饨就是吃不到肉馅这么鲜的那种味道了，其实。对，而且它是因为你要那种工厂小馄饨用的都不是那种特别好的猪肉，所以吃起来其实很恶心，就是咽下去是。跟我之前在宜兰吃的那个小馄饨汤不太一样，宜兰那个小馄饨那个肉馅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酱油和一些调味的，就是两种不一样风格，但是都很好吃。它这个猪肉是那种其实提前炖好之后，在外面放了一段时间之后的那种肉缩紧了。对，然后它不是，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肉会反一个味道，就像那个油耗掉一样。对，是鸡肉什么也会有这种味道。其实我上次去吃那个黑白大厨，不是在开那个猪肉汤饭店嘛，他们家的那个猪肉就是有这个问题，它就是感觉那个猪肉提前炖好了之后，可能切片之后放冰箱，放了大概3-4个小时之后，那个猪肉有这个味道，就是可能不是猪肉本身的腥味，它就是这个时间放了以后那个味道会有。猪肉有些是这样制的，就是有种隔夜菜的味道。对，是的，就是我说的就是那个腥味。我觉得这个面甚至不用加酱就很好吃，就是它就很简单。其实它蒜头酥的味道虽然很香，但是也不会说盖过了猪油的那种鲜味。汤面确实要干吃，加一点汤就不好吃了。啊，是吗？就不一样，不一样，就没有那种糊嘴的口感。然后风味也会被稀释掉一点。这是手切的面吗？手切才会有粗细不一样。好，我妈来这边吃肯定会觉得很幸福。现在2个都是你的，我刚刚吃2个。而且它这个蒜片炸得刚刚好，就是再多一点的话会有点焦糊味。但是现在吃起来就是蒜香加点甜感。对，再炸一点，它就抢势了。他们有些人好像其实喜欢吃这个干面，然后上面配个半熟蛋，就像有些人吃那个卤肉饭上面会切盘加个半熟蛋一样。他们是喜欢说那个蛋黄破了以后，那个蛋黄跟那个液体融在一起有这种包浆感，
但是其实是会把那个酱料和包括螺饭的那个风味稀释掉。我也觉得，它已经糊嘴了，不用再对，不用再糊一层。然后我也是实话实说，虽然你们可能不爱听，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心心念念的猪肝肠没吃到。就那天其实我们基隆吃完回程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上次我吃这家中脑汤，那我们可以吃新鲜自如的。对。好的，好。为什么在理发店门口闻到了芋头的味道？它从里面冒出来的样子好好笑哦。其实不是煎特别脆的那种。好，油润的。我先吃。小心烫，给你。没事，不烫。那皮好香，里面好像加点麻油，有那种像吃小时候那个冷馄饨再煎一煎的那种皮子的味道。那很好吃啊，冷馄饨煎。冷馄饨煎一煎应该会比这个煎的那个面要多一点。但是它里面那个内馅除了高丽菜的味道以外，主要是葱和那个白胡椒粉的味道，然后加一点点麻油味，好像。我觉得皮子比内馅好吃。多吃点皮啊。但它那个里面那个卷心菜就是还是有点夸一斤的生脆的口感，尝尝。我不爱吃皮。好吧，你不爱吃我再咬两口。它皮 Q 的。确实，虽然是 QQ 的。对啊，而且其实蛮薄的。我觉得这个煎饺好吃点在它那个皮子很有面香，然后口感也好。它底层那边其实是煎的有一点点酥脆的，不是看上去那么清汤寡水，就是比较软塌的口感，还是有一层那种水煎壳的那种脆度在，虽然是不是那种冰花煎包的那么脆。不过内馅的话，因为高丽菜本身其实不像猪肉那种有自己的鲜味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它白胡椒味就会显得尤为的突出。那对于一般就是那种肉特别多的煎饺来说，我觉得它吃起来还挺爽口的，还是挺有猪油香的。是的，我知道了，这芋头味是从你的那个芋头里面散发出来的。我天，太夸张了。我就放在这个鱿鱼干上了。好的，就这样。还有什么要吃的？就这些吧。花枝是哪个？美女想问一下，花枝丸是哪一个？我们那个白色的那个，它只是剖成半颗。这个吗？先帮你们煎。就这样好不好？够了，走。去哪里？去啊！不，我不知道啊。小新，我帮你拿东西吧。我们两个其实都是第一次吃石头锅。如果点花枝丸的话，会先用油把花枝丸两面煸香，盛出来以后再煸香鱿鱼干，然后再倒入提前调好的汤汁调味和开水。它快帮你摊炒菜了。它这个汤汁里面闻到股乌斯 sauce 的味道，怎么回事？它加了一碗酱在这。对，我知道那个酱闻起来有点那个伍斯特酱油的味道。有一点点刺激的。对，就是那个酸的那种酱油味。对，要去那边排队拿酱料。我觉得这个闻起来有股那个 OK 那个大阪烧他们那个酱的味道。OK， 那里面也有伍斯特酱的。对，就是我知道，一颗蛋10块，2块钱人民币。它这个吃法挺寿喜烧的。不知道它这个酱汁应该怎么调。我现在就弥漫在雾气之中。我真的笑死。干鱼鱿鱼这个口感真的对吗？因为蘸料里面可以蘸点那个石头锅的汤，我觉得应该会蛮好吃的，稀释一下酱油的咸味。哇，这干鱿鱼哇，我需要换个位置，我不行了，我要这样好一点。单喝一下这个汤什么味道？我太好奇了，但没吃这边的那个高丽菜，好奇这边高丽菜的味道。这个汤巨甜，是那种加糖的甜，对吧？而且有一种那种代糖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吃完嘴里有一点不自然。对，就感觉是的，
我现在吃完就整个口腔后端这一块全都被那个甜味包覆住了。但是咸一块甜一块，但是确实有那种大阪烧酱的味道，哇！我觉得我有点生理性排斥它了，有点。之前有吃过石头锅吗？没有，我第一次吃。这对吗？这真的对吗？啊，这生蚝打算生吃可以吗？完了，我变成第一个不爱吃石头锅的人了。我是唯一不爱吃这个东西的人吗？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看我视频的人会说，谁让你不点肉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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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但我觉得这个汤的甜味就很不正常啊。蛋肠可以吃了吧？它蛋肠切小块以后有点好笑，它外面包的还是那种肠衣皮，但它切断了以后，它煮完之后它那个就变成这种形状。然后呢，你先吃到外面那层蛋肠的那个蛋的口感，然后现在嘴巴里再嚼那个肠衣，它吃到最后有一点点那种蛋黄的鲜味在里面，但是你刚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是那种很淡的东西，口感不会像鸡蛋豆腐一样那么滑嫩。我感觉这个肠就只是把它和在一起，它差一点点就要掉出来了。它本来卖的时候是卖一整条，然后你回家应该是自己切的。这个东西也只有基隆才有，我觉得它回味比较有意思。因为我这个肠跟白煮蛋吃的差不多。但是没有那种过熟的蛋腥味，就是不会有那种蛋黄很噎人的那个蛋臭味。这个干肉丝，那个腌的挺咸的。而且你不觉得它有点苦吗？越嚼越苦，不行，这个要控制熟度的。那大家放在里面，光这么隔着闻都有点腥，腥吗？它闻着有股青瓜味，还行，蛮好吃的，但是没有昨天那个那么好吃。它这个其实那种还是有点吃生蚝的感觉，还是有点腥的，尤其是后面。但这个是我正常认知里面鹅啊应该有的味道。至少这是一个正常能吃的东西。花枝应该也能吃吧？它坚果油特别香。还好我们没有排队。要是排1个小时队吃这个，我应该会生气死。是什么东西的甜味能让它像代糖一样这么恶心啊？融不进去，它融不进去。一般糖是能融进去的。它就感觉浮在外面，然后粘在你的舌头上了。好生气，怎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们选料选的有问题。我现在非常怀疑人生。你的朋友也给你推了这家是吧？我怀疑他是不是没有来吃过。原来是在这个散步地图上的。为什么他们这边这么多东西都是13块？我不理解啊。吉利飞机吗13。好，我放这个。走吧。他看着跟我来吧。还没有上次在人家市场买人家好吃。它这个里面包的是鱼浆嘛，就外面的皮也很厚，然后里面的内馅是这种像是加了很多淀粉的口感。